陈山，你这个傻子，你不娶我，我便终生不嫁，守着你，守着这片你从小长大的心安理，直到闭眼。这是定情信物。婉儿，我就在这里啊！婉儿，你回头看一眼。若有来生，我陈山定不负婉儿，护好家人。这是三儿，你要老婆不要？这里难道是？我让你娶你婉儿姐，你就在这跟我耍无赖是不是？这是我姐年轻时候的模样，难道我真的重生了？姐，我真的好想你。婉儿姐到底哪里配不上你？你这么不想娶她？她年纪比我大，我可不想再找个姐管着我。这小子今天又在发什么神经？姐，你不是让我娶婉儿姐吗？我答应。上次让你娶，你死都不答应，现在怎么又愿意？你骗我不是？姐，你不懂，年纪大点的老婆会疼人，那叫一个体贴。那洗衣做饭、缝缝补补的，那都不用我操心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就想找个年纪大的，好好疼疼我。那成，今天我就和你婉儿姐去聊聊。没问题，我保证把婉儿姐给拿下。对了，姐，咱爸妈能同意吗？有啥不同意的？等你娶了婉儿，咱爸直接把林场工人的铁饭碗退给你，到时候咱俩一起伺候咱爸咱妈，我看他们有啥不同意的。到时候你去顶岗，就算发不了大财，但也绝对饿不死。爸才多大年纪，退啥呀？我已经18，能养活自己。就你还养活自己？你个初一就辍学的二流子！狩猎系统寻主成功，恭喜宿主觉醒超级狩猎系统，新人狩猎大礼包已发放。三儿，你没事吧？说你两句不至于说傻了吧？想不到我陈山也有觉醒系统的一天。没错，我不仅能养活自己，我还能养家。开玩笑，重活一世还带着外挂，这辈子怎么可能比上辈子混得差？去，懒得跟你犟，赶紧起床。老爷子今儿进山打猎呢，你跟着去溜达溜达，千万照看好他。他这么大把年纪还总想着进山，上次都被野猪挑死2条狗，现在居然还敢去。系统打开新手大礼包5点超级狩猎点已到账，超级狩猎点获取方式：击杀猎物可获得超级狩猎点，100斤猎物换取1点。超级狩猎点可用于强化宿主身体素质，可用于强化宿主宠物及装备。系统将所有超级狩猎点用于强化身体素质。超级狩猎点分配成功，身体素质提升至5点。三儿，你干啥呢？真磨叽！爷爷，你稍等，今儿我保证帮你把那头大炮犊子给打死。你这小子才跟我进山混了1年，口气倒是不小。今儿我搁屯长那儿给你借了把枪，你小子可千万别让我失望。老爷子您就放心吧，今儿我这枪法非得吓你一跳。胡子，过来！再次见到你真好。走！胡子，今儿可就靠你的鼻子了，别给咱关山屯第1猎稿丢份儿。先找那大炮岛子，别的玩意儿一概不管。
梨树林里。孙子，你可真孙子啊！跑这么快，等等我！爷，我去盯着虎子，免得他被挑了。恭喜宿主击杀513级野猪，超级狩猎点乘5。你知道错了没？爷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擅自行动。下次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，绝不乱来。你奶奶个腿的，认错这么快，把老头子我都整不会了。你这要是折在山里，老头子我只能陪你一起下去了。到时候咱爷孙在下边也好结个伴儿，你说是不是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不过你小子刚才表现不错，那词儿怎么说来着？对，就是临危不惧，这点像我。爷，咱是不是该先给这野猪开膛？你个臭小子，刚才光顾着生气，差点忘了。麻溜的，你来开膛。能打出这3枪，我倒要看看你开膛的手艺是不是也这么绝，给我露一手。然后呢？爷，接下该敬敬山神。这猎物是狗找的，下物必先喂狗。虎子，吃个够！你小子打猎这么通透，要是用在学习上，怎么着也能考个高中。那多没劲啊！爷，你当年要是好好读书，我现在早当上富二代。滚滚滚！我要靠这座山让全家翻身。待会儿猪肚猪肺全带走。这500斤大炮篮子的肉虽然骚臭发柴，但在这饭都吃不饱的年头，有口肉吃就得谢天谢地。三儿，这肉待会儿我多担一点。哎，你少担点儿，别把肩膀压坏。爷，这开了膛撑死也就300来斤，我再让你挑大头，回去我妈和我姐非得把我皮扒下来。哼，你以为那猪肚猪肺是棉花做的？问题不大，我担得动。行，咱们今儿算大丰收，回去你妈绝对把你夸上天。那必须的，不夸我当场哭给他们看。你都多大年纪了，还要不要脸？我能多大年纪，在你面前我不就是个孙子？你小子疯了是不是？这一担子起码200斤，你拿命挑啊？200多斤，说挑就挑，
你这饭真是没白吃。爷，我以前那纯属是为了偷懒儿。身强力壮就得多干活，等你结了婚，给我多生几个大胖小子。行喽，到时候生他7、8个，你在家天天喊你念孙。滚犊子！你以为你媳妇是老母猪呢？赶紧出山，趁太阳没落山，必须把肉弄回去。爷，你在前面带路，我在后边盯着。老爷子身体还行，没病重。这狗东西，干饭抢第一，往家跑更是连影子都摸不着。爷，等回去了，高低得让我妈整2道硬菜解解馋。放心，你妈啥时候亏待过咱爷俩？老爷子，虎子这到底是咋了？还能咋的？绝对是山里的大雾顺着血腥味找过来了，保不准就是舍利黑熊那种要命的活阎王。得亏咱们把那堆下水挂树上了，那群畜生估计正抢着吃内脏。赶紧走，这地方1秒钟都不能多待。哎，你小子是真孙子啊！孙子，你倒是等等我，你爷我也怕山里的大雾。哎呦我的天哪！我的老天爷，老三，你这是打了头什么大雾？快让我帮把手！老三，你这担子起码200多斤吧？平时连个水桶都嫌重，今天咋变得这么生猛？妈，你快看，虎子浑身是血，爷爷和三儿子全都没回来，出人命了！这到底出啥事儿了？难道是被大雾给活吞了？完了，绝对是抬尸体回来了。秀萍嫂子大喜呀！你家老三出息了，硬生生干死了一头500斤的大胖犊子！啥玩意儿？我儿子干死500斤的大野猪了！那必须的！我肚子里爬出来的种能差得了吗？变脸比翻书还快。都给我让开，让我亲眼看看那500斤的肉长啥样！妈，肉全搁这儿了。儿子，这他妈真是你亲手弄死的？你爷没帮忙？那还有假？不信你亲自问老爷子。绝对不能说实话，不然今晚这小子得被打死。确实是这小子干的，不过全靠老头子我这半年的栽培，我绝对居功至伟。妈，你就把心放肚子里，我还能拿这事儿骗你？以后进山你千万别去送死，打这么大头野猪可是要命的买卖。你爷爷常说，有人被大野猪活活挑死。我这条命金贵着呢，哪能干那种蠢事儿？行了，各位，老头子我马上要扒肉了，富贵和发财留下搭把手，其余人从哪来回哪去。老爷子，这可是300多斤上好的大肥肉，你连块骨头都不分？分肉！我打猎这么多年，养熟了多少白眼狼？魏国，你在我家起码白拿了10回肉，结果连片烂白菜叶子都没给我送过，咋的？我老头子生下来就欠你们的？还有你，郑龙家老二，
沾点亲戚关系，逢年过节连口劣质香酒都不给我喝，现在跑我这儿逼逼赖赖，装什么大爷？想吃肉自己进深山老林里拼命去，全都给我滚！别逼我在最高兴的时候杀你们！爷爷，你这招简直绝了，一个人就喝退了这帮饿狼。哼，那是因为老子站在道德制高点上，该分肉的老子早就分过了，有点良心的，逢年过节都会拿自家种的菜来换。刚才那几个，纯粹就是没安好心的白眼狼。呸！你小子给我把招子放亮了，以后打到猎物，一根杂毛都不许分给他们。二大爷，您刚才真是威风凛凛。哈哈哈！我都这把岁数了，要是还像以前那样处处看人脸色，那才叫白活了。那这么多年岂不是活到狗肚子里去？哈哈哈哈！现在早就实行大包干，谁有本事谁吃肉，老子根本不怕那帮白眼狼跑去大队告黑状。富贵啊，你姐咋没过来？这街溜子居然主动打问婉儿了。你问我姐干嘛？没啥，就好几天没见婉儿姐，怪想的。两家就隔一条道，你想见自己去对面找呗。她跟着我亲妈去地里拔草了，我和发财也是刚回来才撞见你们。富贵，我连这么大的野猪都能放倒，你叫我一声哥，绝对不吃亏。就你，连掰手腕都是我的手下败将，还让我叫哥？早晚得叫姐夫。那咱俩再掰一把定输赢。我要是赢，你以后老老实实叫我三哥；我要是输，今天当场剁一条大野猪腿送你。这败家子儿又犯什么浑？一言为定。张望了！这根本不可能，重来。绝对有问题，再来。承让承让，以前那都是哥哥我给你放水。富贵啊，这小子今天挑了足足200多斤肉一路走回来，力气早就练出来了。三哥，哎，以后都是自家人。哈哈哈哈！行了，开干，发肉！张发财，拿盆去。哎，你小子到底跟谁学的解肉手艺？老头子我可从来没教过你。拿刀顺着骨头划就行，这么简单的事儿，难道还需要教？富贵，你们该不会连这么简单的活儿都看不懂吧？啊？这有啥难的？简单的很。行，下次打到野猪，绝对让你亲自动手啊！拿着，都是自家人，千万别客气。对对对，赶紧拿回家，中午开荤。拿着，回去记得告诉我婉儿姐，这是你三哥送的心意。爷爷、妈、姐，你们把心放肚子里，我保证，绝对把婉儿姐稳稳拿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小子终于开窍了。婉儿那丫头踏实勤快，
你要是再想不通，老子非得用大耳刮子伺候你。你早上还老神在塞的，怎么睡了一觉就猴急成这样？妈，我肚子饿了，想吃炸油酥子。好嘞，妈这就给你烤去。山子，一会儿拿这几块肉去屯里送几个人情，剩下的肉按3、5毛的价格去卖，听见没？好嘞。真水灵，得多喂点肉补补。二大爷，这礼实在太重了，我家绝对不能白拿。我二丫头，这肉可不是我给的，是山子专门送给你家的。婉儿姐，都是自家人，客气啥？这30斤肉到底够不够吃啊？够，绝对够吃。哪能够啊？你家还有2个半大小子，正是长身体的时候。走走走，我给你送回去。这混小子居然真开窍了，可对门能看上咱家这块料吗？妈，你把心放肚子里，咱家可是在林场端铁饭碗的，等山子一顶岗，那就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香饽饽。能单挑300斤大野猪，比那个死读书的大孙子顺眼100倍。年底就把这事办了。姐，提亲这活全靠你操办了，包在我身上，你就安稳等着当新郎官吧。爷爷，赶紧分肉，饿死我了！山子，深山老林里凶险万分，你以后还是少。放屁！老子跑山大办店子，轮得到你个黄毛丫头多嘴？300多斤肉，只剩70、80斤了。大奎叔，还枪，顺便给您老添个菜。好小子，终于出师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不过年轻气盛是好事，但在那深山老林里，稍不留神就得栽大跟头，心里得有敬畏，懂吗？您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陈峰，你们手里的狗棒呢？黄龙呢？全折了，死绝了，死绝了！风叔，到底出啥乱子了？
是一头足足300-400斤的成年黑瞎子，连死狗都没敢埋，我们就跑回来了。我的老天爷，这黑瞎子战力太恐怖了！要不是林子太密，施展不开，我们兄弟几个未必不能反杀他。要是换做冬天林子空旷，老子必定将那畜生扒皮抽筋。可惜了我那几条好狗，10几块钱一条啊，血本无归。风叔，你说地上只有6条死狗，那第7条呢？黄龙在哪儿？在大型野兽面前，狗狗只要被碰到一下，就会受很重的伤，很难再有生还的希望了。我正好要去山林外围查看陷阱，万一能撞见黄龙呢？行，你要是真能把那狗给我找回来，那黄龙从此就归你陈山。你小子是不是穷疯了，想白捡条狗，非往人家伤口上撒盐？大傍晚的，你收哪门子套子？唉，这小兔崽子一会儿就去跟你爷爷告状。每逢大事需静气，这一天天的能有啥急事儿？爷爷，陈峰家那7条好狗全被黑瞎子扑腾死在深山老林里了。糊涂！好几条枪在手，但凡敢追上去，那黑瞎子非死即残。这帮人胆子太小了。前阵子我在观音山外围下了几个套子，我得带上虎子去收回来。万一套住那家伙，富贵，你跟我去当苦力。我连猎都没打过，跟着去当吉祥物啊？废话少说，全程听我指挥。去吧，跟着你姐夫学点打猎的手艺，以后家里少不了肉吃。山子哥，你们注意安全。放心，绝对全心全意的把人带回来。爷爷，我就是去收个套子，马上回。婉儿丫头，你看我家这混小子究竟咋样啊？挺好的。老陈头，你家山子胆子也太肥了！刚才死活打听陈峰家那条黄龙的下落，我看他收套子是假，进山找那条残狗是真。这瘪犊子玩意儿，3天不打上房揭瓦，不要命了！姐夫，我死活想不明白，进山收个套子，带这么多水壶干什么？不打猎你不懂。咱们是不是迷路？黄龙，陈峰那帮混蛋竟然把好狗扔在山里等死！快看书藤做担架。回屯直接找吴三爷给狗输液消炎，人用的药绝不能随便往狗身上打呀！
按小孩子的剂量输液，绝对能保住狗命。爷爷，手套子碰巧救下黄龙了，快去请吴三爷带针线救命！这不是陈峰家的猎狗吗？妈，手套子碰上的，快准备好给吴三爷的医药费。闪开！必须立刻清洗缝合，没麻药了。山子，务必死死摁住狗嘴，千万别被反咬一口。好。别怕。这绝对是知恩图报的好狗。峰叔，我真是收套子顺路。只要狗活下来，这黄龙从此就归你陈山。谢谢。老吴啊，这几天的输液费得掏多少钱？你小子下午刚让山子给我送去10斤肥肉，现在提钱，纯粹是打我这老脸。以后打到猎物，多送我几斤好肉就行。三爷放心，以后绝对让您吃肉吃到吐。瘪犊子，吹牛不打草稿。我打了几10年猎，都没敢夸这海口。哎，多了一张大嘴，这得糟蹋多少粮食？妈，多条好狗进山，爷爷和山子的命就多一重保障。妈，你放心吧。爷爷，观音山那头黑瞎子现在什么情况？那熊胆可是个好东西。这种天气钻密林子打熊，那就是厕所里打灯笼，找死！陈三累死了，被黑瞎子扑腾了。大奎，这凶手一旦伤了人，嘴里就尝到了人血的味道，从此以后他会把人列入食谱，甚至传给小熊崽子，沾了人命的畜生，必须死无全尸。大队出悬赏，现在50块现金，外加50斤粮票，重金买这头熊的命。老陈头，你们爷孙昨天刚干翻大炮园子，这次求您老出山掌舵。行，但我有个条件，真把这黑瞎子干下来，熊胆得是我们自己拿。没问题。但是老陈头卖熊胆的钱，能不能稍微匀出一点点，给三赖家留条活路？这熊已经尝过人血的滋味，往后谁进山，他就盯谁。如果不趁着他还在观音山兜圈子，赶紧弄死他，
全屯子的人都得遭殃。早该弄死他。当年山里出吃人虎，100多号民兵打了半个月。这熊既然杀了人，绝不能留活口，清点人手。刚子家3个，带2条狗。我和山子带1条狗，加上陈峰，你们几个。刚子，这小子才摸几天枪，带他进山不是送死吗？他今天刚跟老爷子干翻了一头500斤的大炮箍子，就这胆识，那黑瞎子未必有他狠。我亲孙子，我包票。丑话讲在前头，大山里猎熊，要是为了分红起内讧下黑手，那是绝无的买卖。屯里奖励的钱粮，大伙儿平分。至于这次进山的所得，出力最多的拿大头，跟着的喝汤，领头人的专属份额1分不能少。最后必须拿出一笔，帮衬3类家供孩子读书。同意的，明早进山。行，听老爷子的。好，一起干！爹，满村都在疯传，说山子干翻了一头500斤的大炮倒子，真的假的？哼，咋的？我还能拿这种事儿骗你不成？可惜没亲眼见识那头巨兽，搞得我这拿枪的手都直发痒。爸，你还得赚钱养家，老老实实上你的班，打猎的事儿交给我和爷爷就行。小兔崽子，你说什么？怎么着？我孙子哪句话说错了？以后你再敢动三儿一根手指头，把他打得下不来炕，谁陪我进山打猎？哪能呢？山子毕竟是我儿子。爷爷，雪斌家里办事儿，去帮忙的乡亲总得吃饭。我想切10斤猪肉给他家送去。你小子总算是长成个爷们儿了，想送就送。吃完饭赶紧剁10斤好肉提过去。斌子，我家打野猪剩的心意，拿着。你脑子聪明，千万别退学，以后有难关我都抵，死也熬出头。雪斌啊，三儿这小子是真重情义，这份大恩你必须给我刻在骨头里。爸，你怎么又来抢茅坑？少废话，咱家这坑今晚算是犯了天条了。系统，给我加3点超级狩猎点，强化身体素质。超级狩猎点分配成功，身体素质提升至8点。系统，将剩余的2点超级狩猎点加在虎子和黄龙身上。你小子这是打野猪打上瘾了？多一把枪，咱们就多一条命。
你进山猎熊，千万小心。我一定等你回来。婉儿姐，你放10000个心，我绝对把整头熊全虚全尾的给你扛回来吃肉。哎呦喂，早知道屯主这么大方，我们也去借2把硬家伙了。既然家伙事儿齐了，别磨叽，进山。三儿，你别瞎逞强。爷爷，就我这身板，跑着上山都不带喘气儿的。碰到大祸了，绝对是那头吃人的黑瞎子。刚子，你这2条傻狗要是跟虎子一起放出去，遇上黑熊，绝对瞬间被撕成碎片。我家那条老狗就是这么没的，连个全尸都没留下。先放虎子去遛它，等拉扯开了再放另外2只。就这么办，准备跟上。刚子叔，放狗！这根本没法瞄准，一旦大片惊了他，咱们都得死。只能让虎子当诱饵，逼他现身。一旦大片惊了他，咱们都得死。虎子，杀！让虎子当诱饵，逼他现身。虎子，杀！
动手！别过去！当心这畜生装死拉垫背！恭喜宿主击杀345斤黑熊，超级狩猎点乘3。就这么结束了？不然呢？他要是不死，那死的就是我们。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山里打猎的，见一头狗熊吓成这副脾气。二大爷，刚才那声熊吼，我们腿肚子直转筋，是真连扳机都扣不动啊！哼！刚子叔，别愣着，赶紧看看你家那两条狗。二黑不行了，肋骨全扎进脏器了。好狗就该死在山上！刨个深坑，就地埋了，绝不能让野兽挖出来造。你可真是命硬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爷爷，是不是可以开始处理了？开膛，再晚胆汁就要被干吸干了。三儿，你主刀。疯子，你们几个滚过去搭把手。爷爷，是颗草胆。草胆也值钱，你要是哪天能掏出颗铜胆，那咱爷俩可就真发财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想弄铜胆，那可真得看老天爷赏不赏饭吃。不过爷爷，哪怕就是颗草胆，这黑瞎子满身是宝，咱们这次彻底翻身了。三儿，你知道这玩意儿带回去得怎么处理不？用开水反复蘸呗，没个把月时间，绝对挂不出好价钱。这小子从哪儿学的老猎人秘方？二大爷，三儿这打猎的手法简直神了！刚才黑熊当面冲锋，我们几个老油条吓得腿肚子抽筋，这小子站那儿开枪，连眼皮都不眨一下。之前那头500斤的大炮犊子，我还以为是您老暗中出手，原来真是三儿自己干的。您这徒弟教的实在太牛了。一般一般，老头子我带出来的孙子怎么可能拉垮？风叔，差不多行了，咱们还得赶紧回家。
爷爷，这熊就算开了膛，起码也还有200多斤死肉，要不咱们直接剁成块，大家分着扛下山。剁个屁！去砍几根结实的粗木头过来。今天咱们必须把这头熊完整抬回屯子，要是跌碎了扛回去，那还有什么意思？这老头是铁了心要全虚全尾的抬回去装个大的。这黑匣子脑门上最致命的一枪，是三儿打的。刚才我连开3枪，2枪打中肚子，1枪彻底放空，偏偏是这小子1枪爆头，1枪锁喉。就算我不补枪，这熊也早就死透了。三儿，你这心理素质简直绝了！等今天回了关山屯，你小子怕是要彻底名扬十里八乡，反倒我们几个老家伙绝对要被人笑掉大牙。行了行了，赶紧去砍树藤和木棒。不管怎么说，把这头黑熊完整抬回去，好歹能给惨死的陈三蕊家一个交代。爷爷，现在国营商店收不收这类兽皮？不收，目前要么就是部分珍贵羽毛，要不就是能换个30、40块钱的灰狗子和黄皮子皮。哼，饭都吃不饱的年代，只要有人高价收，谁还管他邪不邪乎？确实，哪怕这玩意儿再怎么邪乎，还能有咱们手里真家伙邪乎？只要敢出来作妖，老子直接一枪轰了他！去！这熊虽然是大家伙帮忙抬的，但可是我孙子陈山一枪毙命打死的。爷爷，你这么吹捧我，就不怕我以后跌跟头？哼，你要是个废物，那就是捧杀。可你既然有这硬本事，老头子我今天就得替你扬名。这年头，名声可是能当钱花的。天哪！天力家老三竟然真把黑匣子干死了！老三年纪轻轻这么猛，改天不得打一头800斤的雄霸回来呀！三儿，没受伤吧？妈，打个黑熊而已，一点油皮都没破。这边，赶紧给你二大爷和三儿他们磕头！禁军叔，老三
刚子叔，大恩不言谢，这份情我薛斌死死记在心里。薛斌，快起来，这头我们可受不起。要不是老三爷孙俩稳得住，我们几个今天全得交代在山里，连半点功劳都不敢占。行了，这情谊认下就行，赶紧把熊抬到我家院子里扒皮，不然肉都捂臭了。爷爷，这张熊皮我要自己留着。爷们儿，今天这肉你们说怎么分？老爷子，我们都没出啥力，全凭您老人家做主。三儿，这肉你来分。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两只熊掌，我家留一前一后，去了皮和油。这黑瞎子刚好剩140斤好肉，三赖叔家里正在办白事儿，必须帮衬，给他家割20斤。风叔、刚子叔，你们两家拿50斤，刚子叔家折了条好狗，多补10斤，剩下那两只熊掌你们自己看着分。至于熊油，我家占大头，熊胆卖了钱，按规矩必须拿出一笔帮衬薛威家。三儿做事敞亮，以后有活尽管开口。爸，他们7个大老爷们才分这么点肉，怎么还乐得跟捡了宝一样？哼！他们几个一见到那头黑瞎子，吓得腿都软了，啥事儿也没干，有肉分就不错了。我呸！差点害死人，还有脸拿肉，换我1斤都不给。就这么几个怂包，每个人给2斤都嫌多。你们妇道人家懂个屁！人家就算再怂，毕竟也出了立台熊。退一万步讲，我和三儿以后还得靠大山赏饭吃，在老林子里绝不能轻易和人结仇。这点肉给出去，买的是平安，防的是以后山里有人放黑枪。三儿，你也想到这一层了？咱们家三儿现在是彻底开窍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那可不，我儿子连500斤的野猪都能干翻，今天更是弄死头黑瞎子，这10里8乡谁能比得上？这一下连娶媳妇的本钱都不愁了。爸，这稀罕物件现在能卖多少钱？我先去把它处理干净，改天去镇上探探底。儿子，咱们明天是不是能吃上呼熊甲了？当年你爷爷就是靠猎杀一头熊，彻底坐稳了关山屯第1炮手的交椅。如今你这名头算是稳稳接住了。对了，儿子，这2天屯里邪门的很，不知道从哪儿跑来一群黄皮子，不仅咬死好多鸡鸭，连别人家的狗都被压伤了。
白天在陈三类的灵台上，好几家人都说天没黑就创建这邪性玩意儿。一大早，你秀红婶子更是因为半死的母鸡在街上大骂。你说，咱们屯该不会是要闹黄皮子吧？估计就是下山找食的野生生，出不了什么大事。你爸说这事儿邪乎得很，让咱们都提防着点儿。今天黄龙输完液，精神好多了，吃了大半盆野猪肉炖苞米面。这狗子真是通人性，知道咱们救命之恩，去喂食的时候简直粘人的不行。下午陈三赖下葬那种晦气事儿，你就别去掺和了。秀芬儿，屯里这回真惹上黄皮子这种煞星了。他奶奶的，这绝对是哪个瘪犊子玩意儿，把黄皮子逮回屯里扒皮吃肉。爸，您的意思是咱们屯里出了内鬼？可咱们关山屯足足200多户人家，想把这瘟神揪出来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黄皮子记仇如命，不见血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更可怕的是，这帮畜生只要惹怒一只，随后就会引来漫山遍野的一大群。那可咋办啊，爷爷？我抽空去找大奎商量商量对策。三儿，你去把那张熊皮洗净晾干，反正现在卖不上价，爷爷干脆亲手给你缝件防身保暖的熊皮大衣。老头子，我当年可是跟老猎人学过这门手艺，只要这熊皮大衣一上身，往后你在深山里随便溜达，都绝对动不着一根毫毛。哎哎，妈，咱这肉能不能多放些日子啊？二哥还在城里啃黄面饽着呢，等他过几天回来，看着满院子的肉，指不定得傻成什么样。行，待会儿我就全用大油炸出来，把熊肉和野猪肉全炸了，存得住。那啥，还得给我娘家兄弟送点去，要不这肉非得放坏不可。这么多肉，不送亲家送给谁？三儿，你2个姑那边先别送，等过些日子，你跟我进山，咱爷俩单打一头大野猪，分给他们。好嘞。三儿，快来搭把手，你小舅给你送肉来打牙去。成才，姐当年没白疼你。等会儿你们回去，顺带多拿点熊肉走。姐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什么肉？喏，爹和三儿今儿刚收获了一头大玩意儿，那儿还有大几十斤呢。对了，昨儿三儿还干翻了一头500多斤的大炮杆子。
三儿，你这打猎的本事简直逆天！我和小舅一年到头能套2头猪，都算祖坟冒青烟。我就是枪法准点儿，胆子大点而已。你这臭小子，揣着明白装糊涂，这得瑟劲儿，跟你爷爷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家里农忙耽搁不得，大姐，你给我随便剁个7、8斤熊肉拿回去尝尝签就成，绝对不留宿。要走我不留，可总不能让亲兄弟饿着肚子赶10几里山路。陈玲，赶紧煮2碗面，猪油和油撒子必须给老娘放足。三儿，去给你小舅多剁点熊肉带着。三儿，你疯了？拿这么多，你们家还吃啥？小舅，这肉你拿回去，还得给大舅、二舅分。还有姥姥姥爷那份，可一点都不能少。你一口气儿给你姥爷他们拿30斤肉，你爷爷要是知道没分给你大姑小姑，不得气出个好歹？妈，你就把心放肚子里。爷爷长谈算好了，过阵子带我亲自去给大姑小姑打头活猪送过去。这进山捕猎太危险，以后还是少去。虎子伤好前，绝不进山。三儿，赶紧去切2斤熊肉，给你婉儿姐家送去。平日里富贵没少帮咱家干活，刚才婉儿经过还偷偷看你，你别装傻充愣，争取年底把婚事办妥。你别拿我打趣了，姐，我这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，兜里比脸还干净，现在拿啥娶老婆？你们弄回来的那个熊胆，少说也能分个100来块。咋的？你觉得这钱还不够娶个媳妇儿进门？咋就给这么点儿？向人示好没问题，可无脑倒贴就太蠢了。3斤不多不少，刚刚好。你这词儿倒是一套一套的，要不我找机会约婉儿姐出来，到时候就当是陪我出去转转。好呀好呀，姐你咋不早点说，非得逼我主动开这个口？三儿，你是真的饿了啊？姐，你一个黄花大闺女，天天把这些话挂在嘴边，当心妈听见撕烂你的嘴。你跟二哥都还单着呢，这家里哪有小的先结婚的道理？我还等着你先给我找个姐夫呢。现在家里能吃上肉了，你小子就急着把我往外赶是吧？信不信我今天就收拾你？姐，我错了，别打别打。哼，这还差不多，这肉我替你去送，过2天给你们安排机会。妈，刚才我姐要揍我，你咋就在屋里看着不吱声？我们娘俩都是女的，我不帮她，难不成还帮你？人长得磕碜，想的倒挺美。6啊？咋的？你这是皮痒了，欠6顿打？我是说，妈，你这骂人的嘴皮子也太溜了。少废话，赶紧过来帮我切肉，今天得把这熊油告出来。你给我少吃点，待会儿肉没炸完，油馊子全进你肚子里了。妈，你也太小看我了，
我陈山绝对是个有惊人克制力的人。唉，妈，我光吃油酥子就吃撑了，晚饭我就不吃了。哼，哟，也不知道下午是谁吹牛说自己管得住嘴。那是陈家小少爷吹的牛，跟我陈老伴有什么关系？记得喂狗。爸，走一个。今儿在学斌家吃过了，不过跟你小子还能再走一个。爸，三儿现在也算懂事儿，要不让这小子顶我林场那边的岗位？不急，我看这小子有打猎的天赋，可是打猎太危险。这小子昨天敢单挑几百斤的大炮铃子，今天就敢干翻黑匣子，接着打下去，那天惹了人熊和大爪子，连命都得搭进去。这事儿就这么定，再看看。黄龙、虎子，等你俩养好伤，咱们再战这西安岭。这帮畜生，真当老子治不了你们？儿子，虎子和黄龙大半夜下叫抢啥呢？这晚上钻进屋想害狗，结果被虎子一口咬死。这下事情彻底闹大。爸，那这些黄皮子要是平息不了，该咋处理？大晚上的甭管，睡觉，明儿起来才好处理这事儿。三儿，既然虎子咬死了这只黄鼠狼，赶紧把皮扒下来。这玩意儿的皮子，少说能卖个20-30块钱。爷爷，屯里人都去找大奎叔商量对策，咱们去看看情况。都给我闭嘴，听我的，先礼后兵，没得商量。首先，把那些被咬过的鸡鸭炖熟，摆在出没地供奉大仙儿，然后满地撒遍耗子药。爷爷，这事儿不能再这么拖下去。怎么，你小子难不成有绝招？办法倒是有，只怕这次玩的太大，屯主绝对不敢点头。走，走，我带你去找屯主，看看你肚子里到底装的什么药。向东叔、大奎叔，别发愁了，我来给你们献计。二叔，你们爷儿俩有啥妙招赶紧说，能用我们肯定是。我可没办法，是这小子非说有高见。按理说嘴上没毛，办事不牢，可你小子最近连毙炮段子和黑熊，确实有几分真本事。
今天你要是能说出个靠谱的法子，咱们立刻就办。三儿，有话快说！屯里的老少爷们连熬几天，白天还得下地干活，都快被活活逼疯。再这么搞下去，屯里以后连吃席的鸡鸭都凑不出来。这群黄皮子就是畏威不畏德，越是客气，他们越是蹬鼻子上脸。咱们必须来顿狠的，打得他们几十年代代不敢踏进关山屯半步。你小子别卖关子，你东叔我能当上大队长，就有干票大的魄力。第一步，向公社借几门大炮，对着四周林子直接轰上20炮，炮声一响，绝对能把这群畜生吓破胆。这招撑死只能管几天，等他们缓过神儿，反扑肯定更凶残。要是光有这招，我可就太失望。放炮只是让他们滚蛋的警告，紧接着才是重头戏。明天动员全屯老少，带上所有猎狗杀进山里，连干3天3夜，不管是黄皮子还是狐狸刺猬，全给我扒皮抽筋抓下山，然后在屯子四周支起几口大锅，日夜不停地炖这些畜生的肉，肉香飘10里，这才是断子绝孙的真杀招。奶奶的，这群畜生欺人太甚！干！再不还手，屯子就毁。这事儿必须办。大奎叔，这事儿一旦办成，那些畜生的皮毛可是能卖大价钱的。我家虎子打头阵，我又出这绝户计，总不能白干吧？你小子年纪不大，胃口倒不小。只要这绝儿计管用，卖皮毛的钱分你整整30%。但要是事情砸锅，你小子就得站出来全屯人的唾沫星子。想要这笔横财，就得担风险，你敢不敢接？向东叔，这责任我担，30%就30%，剩下的钱刚好拿去补贴受灾的街坊。好小子，有大局观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大队长，这架势是要跟哪个屯子去拼命？难不成老宋都打过来了？都给我闭嘴！老三，这绝玩计是你提出来的，你自己来给大伙说说。这几天黄皮子疯了一样咬死家禽，根本不是天灾，全是人祸。有人偷偷进山扒黄皮子的皮换钱，惹得人家全族下山来寻仇，这就是报应。惹怒大仙，害了全村的家禽，查出来一定要严惩不贷。现在救人根本没用，这群畜生已经骑在咱们脖子上拉屎。今晚天一黑，这7门火炮直接瞄准3个方向的山林，给我狠狠的轰。明儿天一亮，全屯男女老少带上家伙事进山。不管是老鼠还是黄皮子，又或者是灰狗子和刺猬，全都给我逮了，当场打死，统统扒皮炖肉，连炖1、2天，火绝对不能停。老三，这动静闹这么大，要是没效果咋整？郑龙叔觉得没效，那你倒是提个更好的招。只要按我说的办，我敢保证，往后这几年黄皮子绝不敢在咱们关山屯作妖。老三这法子中，那些黄皮子太猖狂，咱就得杀杀他们的威风。哎，看吧，我弟在这么多人面前稳如泰山，将来绝对有大出息。你没选错人吧？我都怕自己配不上他。今晚黄皮子一路投，直接开炮！明儿一早全屯进山，把这帮畜生的祖坟全给我刨了！三哥，这办法真能行？畜生再邪乎，还能硬得过枪炮。对了，富贵，你大姐呢？啊？你问我姐干啥？邻里之间关心一下嘛。家里这2天肉够不够吃？够，这2天跟过年一样。等我再练练手，过阵子带你进山打猎，教你开枪。太好了，谢谢三哥。就冲你这声三哥，事情妥办。不过往后这称呼，指不定还得换换。
他们开始动弹了。向东叔，咱们也该动手了。三儿，这事你擅长，你来安排。未来终究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。去通知屯东开炮！通知屯西继续开炮！开炮！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明儿一早进山。你小子这下在屯里彻底出名了，搞不好过阵子就有媒婆上门说亲。我还小，而且我这人喜欢年纪大点的。系统将剩余的3点超级狩猎点用于强化虎子身体素质。超级狩猎点分配成功，虎子身体素质提升至4点。哈哈哈哈！三儿，昨晚那炮轰的真他娘的解气，今天我们全家都听你的指挥。走，去屯部。全屯分成10个方阵，家里有狗的全部带上，不管什么狗，今天就算是个瞎狗，也得给我去山里闻味儿。全都得死！逢狐狸打狐狸，见洞挖洞，不管什么野物，统统拿下。富贵，动手！虎子当诱饵，逼他隐身。大仙儿也得死在我的锄头下，虎子绝对是咱们屯第一神犬。虎子，咱们继续。哈哈哈哈哈哈！
向东叔，皮毛必须完整剥下还钱。大奎叔，今晚把黄皮子去骚包，架起大锅，通宵给我炖了。照办。哈哈哈哈哈！跑了，那群大仙儿连夜认怂跑路了。三儿，你这杀人诛心的手段，连你家老爷子都得服气。向东叔，皮子换的钱你们可得抓紧啊！放心，皮毛一出手，少不了你那3成分红。到时候我亲自把厚塌塌的票子送到你炕头上。爸，你们这是干啥？是遇到什么麻烦了？不是我们的麻烦，隔壁大沟子屯招惹上柴狗子了。确定是柴狗子？错不了，那畜生专冲小孩去，几条护院的壮狗全被他一口咬断了喉管。大沟子屯的人快疯了，连夜找上门，求咱们祖孙出山救命。只要能解决这事儿，大沟子屯愿意出20块钱。柴狗子下山祸害人，咱们打猎绝不能袖手旁观。爷爷，既然是替天行道，那大沟子屯这20块钱咱们就别收了呗。一码归一码，拿钱干活，天经地义。